天津，这座海河之滨的历史名城，凝聚了近代中国最精彩的文化交融。10大精华景点从文化韵味到建筑特色，从历史传承到现代气息，完美展现了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这里有见证历史变迁的5大道建筑群，有充满异国情调的意式风情区，有象征现代天津的天津之眼，更有独具特色的瓷房子和庄严肃穆的西开教堂。穿行其中，既能感受近代中西文化的碰撞，又能领略当代天津的蓬勃发展。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既有岁月沉淀又充满活力的城市。这里是爱旅游频道，记得按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如果你有想看的内容，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今天爱旅游为您盘点天津必去的10大景点，让您在规划旅行时有更明确的方向。5大道。天津5大道文化旅游区是一片独具魅力的历史建筑群，位于和平区重庆道83号，总面积 1.28 平方公里，包含22条道路，总长度达17公里。这片区域内汇集了2185栋各类建筑，其中包括423所历史风貌建筑和347处文物保护单位，是天津乃至全国保存最为完整的洋楼建筑群。该区域始建于1902年，最初是英国租界的一部分。1916年，英租界工部局开始系统开发建设。区内建筑风格丰富多样，既有哥特式、巴洛克式、罗曼式、拜占庭式，又包括中世纪南欧风格和19世纪折中主义风格。来自英、法、意、德、西班牙等国的建筑多达230多幢，被誉为世界建筑博览会。5大道的命名有2种说法，一种认为是因区域内的马场道、木南道、大理道、重庆道和成都道5条较长街道而得名，另一种说法源于20世纪80年代李瑞环担任天津市长时期，根据成都道、南京路、马场道、西康路和贵州路5条道路合围的区域而命名。这片区域曾是众多历史名人的居所，从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末，近100位各界名人在此居住，包括爱国人士张学明、起义将领高树勋、民国总统徐世昌、曹锟，以及清末庆亲王载振、著名实业家李勉之等。每一座建筑都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故事。5大道内的建筑各具特色。重庆道两侧的西式建筑风格迥异，从英式花园洋房到法式古堡别墅，展现了不同国家的建筑特色。马场道以其宽阔的法国梧桐林荫道路闻名，为游客营造了优美的游览环境。成都道的建筑则以优雅的欧式风格著称，体现了浓郁的异国情调。自20世纪80年代起，天津市政府持续加强对5大道地区的保护和整修。2005年，天津市历史风貌建筑保护条例的颁布，使建筑保护工作走上法治化轨道。2012年启动的民园体育场改造工程，更为提升5大道历史街区价值做出了重要贡献。2021年，和平区大力发展洋楼经济，通过盘活小洋楼资源，打造特色总部经济集聚地，同时推动商旅文融合发展，以民园广场为核心，联合先农大院、民园西里和庆王府等重要节点，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旅游圈。随着城市的发展，许多历史建筑经过精心修缮后，被改造成高端会所、精品酒店、特色餐厅等文化休闲场所。这种保护性开发既保留了建筑的历史风貌，又赋予了它们新的生命力，实现了历史保护与现代发展的完美结合。5大道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其独特的建筑风格上，更重要的是它代表了西方文明带来的社会生活模式。这里不仅是昔日的租界地，更是西方文化东传的重要中转站。西方文化在此生根发芽，并逐渐影响整个天津，
成为引领时代潮流的重要地区。如今，五大道文化旅游区已成为国家4级旅游景区，每年接待游客300万人次，综合收入超过2亿元。它不仅是一处观光景点，更是一座展示中西文化交融的露天博物馆，让人们在欣赏建筑之美的同时，也能感受近代历史的沧桑变迁。游客在此不仅能欣赏到独特的建筑艺术，更能体验浓厚的文化氛围。区内常年举办各类文化展览、音乐会、艺术沙龙等活动，让游客在游览之余也能感受艺术的魅力。这种文化体验让五大道成为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文化空间。对于计划游览的游客，建议选择春秋2季前来，此时气候宜人，能更好地欣赏街道风光。最好预留1整天时间，细细品味每一处建筑的特色，感受这片历史街区的独特魅力。游览时可请专业讲解员，了解更多建筑背后的历史故事。这片区域的演变与发展，生动反映了近代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是天津城市发展的重要见证。其独特的人文资源、多样的建筑风格和深厚的文化内涵，使五大道成为天津乃至中国不可复制的文化遗产，也是了解近代中国历史的重要窗口。2. 意式风情区。天津意式风情区是一处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街区，坐落于天津市中心城区，占地28.45公顷，是亚洲地区保存最为完好的意大利风貌建筑群落。这片充满异国情调的街区，让游客仿佛穿越到了遥远的意大利古城。整个风情区内拥有137栋风貌建筑，全部出自意大利建筑师之手，建筑风格典雅庄重。漫步其中，随处可见保存完好的领事馆、兵营、学校、医院、教堂等西洋古典建筑，每一栋建筑都诉说着一段历史。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里还珍藏着近代思想家梁启超、现代戏剧大师曹禺等历史名人的故居。意大利军营是区内最引人注目的建筑之一，也是天津保存最完好的外国军营。建筑布局合理，首层为公共设施，上层则是昔日士兵的宿舍。这座承载历史记忆的建筑，见证了近代中国的沧桑巨变。和平女神雕像是风情区的标志性景观。这座雕像最初建于1923年，由意大利著名雕塑家朱塞佩·伯尼精心设计打造。虽然原雕像在上世纪50年代末毁于战火，但后来经过精心修复，重现了往日风采。现在的和平女神雕像由喷泉水池、基座、罗马柱和女神像4部分组成，优雅大气。马可波罗广场始建于清朝嘉庆年间，是昔日租界的核心地带。广场周围的连续廊柱建筑风格独特，在2000年的重修中保留了原有的建筑特色。漫步广场，仿佛回到了旧时光，感受着中西文化交融的独特韵味。原回力球馆的历史同样引人入胜。这座建于1933年至1934年间的建筑，曾是天津最大的娱乐场所。2007年的改造工程不仅保留了建筑的原有风貌，还修复了具有特色的八角形塔楼，让这座历史建筑重现昔日荣光。临近的北安桥位于海河景观带的黄金地段，与意式风情区形成了完整的文化旅游群落。游客在欣赏完意式建筑后，可以漫步桥上，欣赏迷人的海河夜景，感受不一样的天津魅力。近年来，意式风情区持续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2021年举办了灯光秀、乐队表演等街区活动。2023年还举办了中国小型雕塑邀请展、冬季音乐会、曹禺剧院沉浸式演出等文化活动，为这片历史街区注入了新的活力。风情区内的商业业态丰富多样，包括高端餐饮、休闲娱乐、创意精品、西洋艺术、精品酒店等，让游客在感受历史文化的同时，也能享受现代化的休闲体验。
这里的建筑不仅保留了原有的意式风貌，更融入了现代商业元素，让古老的建筑焕发新生。这片街区已被评为国家4级旅游景区，同时获得中国特色商业街称号，充分体现了其在文化旅游和商业价值方面的重要地位。漫步在这片充满异国情调的街区，感受着中西文化的完美交融，欣赏着保存完好的意式建筑，让人不禁感叹历史的沧桑与城市的发展。游览建议：春秋两季是游览的最佳时节，建议预留半天到1天的时间慢慢游览。街区内步行道路平整，设有多处休息区，适合悠闲漫步。建议从马可波罗广场开始游览，依次参观各处历史建筑，最后在北安桥欣赏海河美景，相信一定能带给您独特的文化之旅。3. 天津之眼。天津最令人向往的地标建筑之一天津之眼摩天轮，是一座独具特色的现代化观光设施。它建在海河上的永乐桥上，横跨河北区和虹桥区，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桥上摩天轮。其设计灵感源自著名的伦敦眼，但创新性地将摩天轮与桥梁完美结合，成就了这座工程奇迹。乘坐体验安全舒适，摩天轮设有48个观光舱，每个舱室都配备了完善的空调和通风设备，面积达12平方米，宽敞明亮。舱室采用360度全透明设计，让游客能够安全地欣赏四周美景。每个舱室可容纳8人，非常适合亲朋好友共同游览。对于行动不便的老年游客，工作人员会提供贴心的协助服务。天津之眼的运行非常平稳，完整的观光体验约需28分钟，这个速度恰到好处，让游客有充足的时间欣赏沿途的风景。当升至最高处119.8米，相当于35层楼高时，可以将方圆40公里的天津美景尽收眼底。在晴朗的天气里，不仅能看到整个海河风光带的壮丽景色，还能远眺天津市区的众多地标建筑。永乐桥的设计体现了充分的人性化考虑。桥的下层设有舒适的等候区和休息室，地面平整容易行走。空调候车室让游客能够在舒适的环境中等候。傍晚时分是游览的最佳时段，不仅气温适宜，还能欣赏到壮美的落日景色，以及摩天轮绚丽多彩的灯光表演。交通便利是天津之眼的另一大优势，多条公交线路可以直达，出租车也很方便。周边配套设施完善，有多家星级酒店和便利店，方便游客休息补给。建议避开正午时段游览，选择早上9点到11点，或者下午3点以后，这个时段游客相对较少，游览体验更好。2010年天津之眼被评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这是对其观光价值和服务品质的双重肯定。近年来，景区持续提升服务质量，特别是2023年完成了观光舱的全面升级改造，为游客提供更优质的观光体验。年接待游客量达到100万人次，充分证明了其的吸引力。天津之眼不仅是一座观光设施，更是天津这座城市发展的见证者。它有机地融合了休闲和观光功能，成为了天津现代化发展的重要象征。在这里，游客可以感受到城市的脉搏，领略海河两岸的秀美风光，体验天津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景区打造了天津之眼、侨建精彩文旅品牌，不断推进主题文化植入和多元化运营。在这里，不仅能欣赏到壮观的城市全景，更能感受到天津深厚的文化底蕴。从高空俯瞰，海河两岸的建筑风格各异，既有古典建筑的典雅，又有现代建筑的时尚，展现了天津这座城市的独特韵味。温馨提示：景区全年开放，老年人可凭相关证件享受票价优惠。建议提前查看天气预报，选择适合的游玩时间。阴雨天气和大风天气
可能会影响游览体验。春秋两季是游览的最佳季节，既可以避开炎热和寒冷，又能欣赏到最佳的城市景观。4. 瓷房子。在天津和平区赤峰道72号，矗立着一座独特的法式洋楼——瓷房子，它以令人惊叹的古瓷器装饰闻名于世。这座建筑面积达4200平方米的洋楼，前身是近代中国外交家黄荣良的故居，后来经历了工商局办公地点等多种用途，直到2002年被企业家张连志收购改造。整座瓷房子是一座令人震撼的艺术殿堂。建筑共4层，从内到外都镶嵌着珍贵的古瓷器和艺术品，包括7亿多片古瓷片、13000多件古瓷瓶、瓷盘、瓷碗、300多尊历代石雕造像、300多件汉白玉石狮子、300多个瓷猫枕，以及20多吨的水晶玛瑙。这些瓷片涵盖了中国瓷器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从近代青瓷到唐三彩，从宋代钧瓷到元明青花，从龙泉瓷到清代分彩，几乎囊括了官窑、民窑的所有品类。建筑的细节处处彰显匠心。屋顶最高处有一段用瓷片拼接而成的 China 字母图案，全长达768米，蜿蜒壮观。入口处原本有一对双彩琉璃狮，虽因战争只剩一只，但依然珍贵。沿着楼梯而上，红色阁楼的墙壁上用瓷器精心绘制了众多艺术名作，包括唐代张轩的《捣练图》、宋代苏轼的《枯木怪石图》等，将中国传统艺术以独特方式重现。这些瓷片和艺术品的安装都经过精心设计，采用水泥内部浇筑，并用大理石胶粘连固定，确保每一件藏品都牢固地成为建筑的一部分。除了地面采用大理石铺设外，建筑的每个可见部分都装饰着精美的瓷器艺术品，墙壁上的瓷片拼贴画更是令人叹为观止。瓷房子的艺术价值和文化意义得到了国际认可。2010年，美国《赫芬顿邮报》将其评为全球15大设计独特博物馆之一。2011年，它又被国家文化和旅游部评为3级旅游景区。这座建筑不仅是一个展示中国瓷器艺术的场所，更是一个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窗口。2017年，瓷房子曾因拍卖风波引发广泛关注，当时的拍卖起拍价为 1.4 亿元，但这个价格仅包括房产本身，不含瓷器装饰品的价值。据业主委托的评估显示，整座建筑连同瓷片的总价值高达98亿元，其中瓷片估值就达94亿多元。这场拍卖也引发了对历史建筑保护的讨论，因为瓷房子的改造曾违反了天津市的历史风貌建筑保护条例。在新冠疫情期间，瓷房子还展现了其社会价值。2020年，作为天津市重点旅游景区之一，他参与了面向全国医务工作者的免费开放活动，以此感谢医护人员的付出。这座充满艺术气息的建筑，不仅是一个简单的博物馆或展览场所，更是中国瓷器文化的集大成者。它将中西建筑艺术完美融合，以独特的方式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每一片瓷片，每一件艺术品都在讲述着一个关于中国文化的故事，让参观者在领略艺术之美的同时，也能深入了解中国悠久的瓷器文化。5. 解放桥事迹中，天津解放桥，一座100年历史的工程奇迹，是中国唯一的双叶立转式开启桥。这座始建于1923年、1927年建成通车的桥梁，原名万国桥，又称法国桥，在1949年更名为解放桥。它横跨海河，连接河北区与和平区，是天津市区重要的交通枢纽。从工程角度看，解放桥的设计堪称精妙。桥梁全长 97.64 米，桥面宽 19.5 米，采用双向4车道设计。主桥由3个桥孔组成，
两个边孔采用下承式减支钢横梁，中间孔则是能够开启的施尔泽尔开启体系钢横梁。开启系统通过电动机驱动齿轮组、动轮、齿条及弧形梁等部件协同工作，能使桥面达到近乎垂直的开启状态，为大型船只提供充足的通航空间。桥墩和桥台采用沉箱基础，确保了整体结构的稳定性。开启系统的设计尤为精妙，通过精密的机械装置，能够使桥面在短时间内完成开启动作，既满足通航需求，又最大限度地减少对交通的影响。这座耗资190万两白银打造的桥梁，至今仍展现着超前的工程智慧。在解放桥北端，伫立着一座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筑——世纪钟。这座建于2000年、高达40米的标志性城雕建筑，总重量超过170吨，采用全金属材料打造，是天津迎接新世纪的重要象征。世纪钟的设计融合了多重文化内涵。钟表盘面积达156平方米，内环采用花挡镂空制作，外环镶嵌12个直径2.6米的青铜浮雕，展现12星座图案。白羊座被特意安排在12点位置，象征吉祥；天秤座位于6点位置，代表公平，充分体现了中西文化的巧妙结合。这座世纪钟是目前可查的直径和重量最大的艺术立体钟。钟盘侧面设计了一个巨大的钢制长杆造型，高34米，重约10吨，上顶太阳，下挂月亮。S 型的长杆取材于太极分割线，寓意阴阳交替，体现了深厚的东方哲学思想。技术系统方面，世纪钟采用了先进的设计，其核心是主计时钟，包括机械机芯、主控制器和 GPS 时钟控制器。机芯设计寿命达50年，主轴采用直径50毫米的特种钢制作，能承受180公斤以上的指针重量。通过 GPS 时钟控制器的校准，确保了计时的精确性。照明系统也是一大亮点。世纪钟周围设置了8个星空回转灯，发出红、黄、绿、蓝4色光芒，3圈射灯和16根水晶灯柱，每根灯柱装有72个灯泡。为确保音响效果，安装了4组高低音室外音箱，总功率超过2000瓦。每逢整点报时，第一次会响起《东方红》乐曲，之后采用世界通用的钟声。世纪钟的装饰细节极为考究，太阳脸部贴附纯金箔，月亮表面使用纯银箔，连月亮旁的卫星也是以纯金箔。立柱选用紫铜制作，长18米，宽6米，重达40吨。底座布满大小齿轮、链条和螺丝铆钉，与解放桥的工业风格相得益彰，展现了浓厚的工业文明气息。夜晚的世纪钟更显魅力。通过精心设计的内照明系统，表盘在夜间清晰可见，主控制器根据季节自动调节照明时间。摆杆上的太阳和月亮也会发出柔和的光芒，与整体照明相互辉映，构成了天津夜景的一道亮丽风景线。解放桥与世纪钟的完美组合，不仅是天津重要的地标建筑，更是一个见证城市发展的文化符号。解放桥象征着天津与海河的密切联系，体现了近代工业文明的发展。世纪钟则展现了这座城市对新时代的憧憬，诠释着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它们共同构成了独特的城市景观，记录着天津的发展轨迹，讲述着这座城市的精彩故事。每当游客漫步于此，不仅能欣赏到2座建筑的宏伟气势，更能感受到天津这座城市独特的文化魅力，体会到工业文明与人文精神的完美交融。这里不仅是打卡圣地，更是了解天津历史文化的重要窗口。6中华石园。中华石园位于天津市津南区双港镇，是一座独具特色的观赏诗景园。这座始建于1995年的园区占地100余亩，
由著名建筑工程师张宝树投资4.7亿元精心打造。园区因收藏一块重达3吨、酷似中华版图的灵璧奇石而得名，该石色如墨，生如玉，堪称鬼斧神工之作。园区布局精巧，共有9栋实体建筑，总面积约11000平方米，其中包括6座风格独特的藏石馆、听石轩、启石馆、悟石斋、石泉洞、藏灵阁和霞丝楼。另外还设有石林特写、千层丝挂、莲花飞瀑，别有洞天4处景观。整个园区还包括了2万多平方米的湖面，将欧式建筑与水景完美结合。6座展馆内珍藏了令人叹为观止的藏品，这里收藏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珍稀奇石3万余块，以及各类恐龙蛋、贝壳和矿石。听石轩的化石展区尤为珍贵，收藏有6700万年前的鹦鹉嘴龙化石、恐龙蛋化石以及5.7亿年前的3叶虫化石等远古生物遗迹。此外还有震旦角化石、水生蜥、中华鲟、鹦鹉螺等珍贵化石标本，为游客展现了地球生命演化的漫长历程。奇石馆内陈列着上千件形态各异的奇石，每一件藏品都蕴含着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有的形似人物，栩栩如生；有的酷像山水，意境深远；有的状如飞禽走兽，惟妙惟肖。石泉洞的设计更是独具匠心，外观如山，内部别有洞天，仿若天然溶洞，展示着形态万千的钟乳石、奇石和艺术品，让游客仿佛置身自然奇观之中。园区不仅是一处观赏实景的圣地，更是一个多功能的文化场所。这里设有画院创作基地，常年举办艺术展览和文化交流活动，建有图书馆，收集整理各类文化书籍，设有香榭城堡婚礼策划会馆，可承办欧式婚礼和大型活动，还有高档餐饮场所香榭城堡大酒店。园内庭院环境优美，碧水环绕，鱼翔浅底，睡莲点缀，为游客提供了理想的休憩空间。自2001年5月正式对外开放以来，中华石园获得了多项荣誉，6月被国家旅游总局评为2A 级景点，7月被上海吉尼斯大世界授予个人建造的最大藏石园之最称号。园内展馆更被天津市科委认定为天津市科普教育基地，成为青少年进行地质知识学习和科普教育的重要场所。中华石园堪称一部立体的中华石文化百科全书，它将地质、矿藏、生物知识与历史、地理、人文内涵完美结合，不仅展示了丰富的地质文化遗产，更为艺术家提供了创作灵感的源泉。众多市领导如李盛林、聂必初、孙海林等的参观考察，也证实了园区在文化建设方面的重要价值。园区未来还计划扩建40亩，开发水上娱乐设施或建设欧式塔群，进一步丰富园区功能。这些规划将为游客提供更加丰富的文化体验，让中华石园不仅是一个展示奇石的场所，更成为一个融合科普教育、文化传承、休闲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园区。游客在这里不仅能欣赏到令人惊叹的奇石收藏，了解丰富的地质知识，更能感受中华石文化的独特魅力。无论是对地质爱好者、艺术家，还是寻求休闲的普通游客来说，中华石园都是一个值得造访的好去处。建议游客在参观时请专业讲解员介绍，这样能更好地了解每件藏品背后的故事和科学知识。7. 西开教堂。天津西开教堂是一座具有深厚历史文化价值的宗教建筑，坐落于和平区滨江道独山路。这座始建于1916年的教堂由法国传教士杜保禄主持修建，建筑面积近1900平方米，可同时容纳1500人，是天津市最大的罗马式建筑，也是天主教天津教区的主教座堂。教堂的建筑设计极具特色，整体平面呈拉丁十字形。最引人注目的是3个高达45米的巨型圆顶，它们错落排列成品字形，
表面覆盖着绿色铜板，每座圆顶上都矗立着一座青铜十字架。这些穹顶由精巧的木结构支撑，略微向上延伸，增添了建筑的灵动之感。建筑主体采用红黄色花砖砌造，体现了精湛的建筑工艺。教堂采用带香堂长殿式结构，横殿和长方形教堂相交，形成十字连拱廊的布局。大门设计别具匠心，采用层层递进的拱门形式，外层用石材凿刻拱券，逐层向内收缩，最内层是庄重的木质大门。教堂内部布局宏伟壮观，正厅两侧各有7根立柱，共14根立柱排列整齐，形成庄严的3通廊式布局。中殿采用叠式复合方柱廊设计，支撑着大小半圆券顶。教堂的八角形穹隆顶和侧窗都镶嵌着绚丽的彩色玻璃画，内墙上的精美壁画和大管风琴更增添了浓郁的宗教艺术气息。教堂建筑中包含了许多有趣的历史细节。早期主教曾拒绝在穹顶安装避雷针，结果在20世纪50年代，一个十字架被雷击落之后，才不得不安装了避雷针。随着周边城市的发展，高楼逐渐林立，教堂不再是最高建筑，避雷针的作用也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教堂前院设有圣水潭，左右分设2道大门，供男女信徒分别进入。这种设计反映了当时的宗教习俗和社会风貌。整个建筑既保持了宗教建筑的庄重肃穆，又展现出独特的艺术美感。作为天津市重要的文物保护单位和特殊保护等级历史风貌建筑，西开教堂见证了天津近代史的发展。2018年，它更入选第3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名录，彰显了其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这座100年教堂不仅是一处宗教场所，更是天津城市发展的见证者，记录着中西文化交融的历史印记。教堂的地位在天津市区也十分重要，它不仅是一座宏伟的宗教建筑，更是一处重要的人文景观和旅游胜地。其独特的建筑风格、精美的艺术装饰以及深厚的历史内涵，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参观。参观教堂时，游客可以细致观察其建筑的每个细节，从外部雄伟的穹顶到内部精美的彩绘玻璃，从庄重的立柱到华丽的壁画，每一处都展现着精湛的工艺和深厚的文化底蕴。特别是在晨昏时分，阳光透过彩色玻璃窗洒入教堂内部，营造出神圣而梦幻的氛围，是摄影爱好者不可错过的最佳取景时机。推荐游客在参观时保持适当的安静，尊重这座宗教建筑的庄严。如果对建筑历史感兴趣，建议请专业导游讲解，这样能更好地了解教堂的建筑特点和历史故事。参观完教堂后，还可以在周边的商业区逛逛，感受天津独特的城市风情。随着时代的发展，西开教堂不仅保持着其宗教功能，也成为了展现天津城市文化的重要窗口，让人们通过这座建筑了解天津的历史变迁和文化特色。它的存在，让我们看到了建筑艺术的永恒魅力，以及历史与现代交融的独特韵味。8. 金湾广场。金湾广场坐落于天津市和平区的海河河湾南岸，是一处融合欧式建筑风格与现代都市功能的标志性区域。这片占地12.5公顷的区域东临海河，与天津站隔河相望，西接解放北路，总建筑面积达76万平方米，是天津金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分为2期建设，一期工程从2008年11月27日开工，仅用不到300天就完成了建设、招商和装修。一期区域由北向南依次排列着1至6号楼，并设有主广场和亲水平台。规划用地面积4.9公顷，总建筑面积是7.1万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9.5万平米，地下建筑7.6万平米，还包括7000平米的开放式广场和1万平米的滨河亲水平台。
一期工程以欧洲风格为主导，汇集了6万平方米的高端商业业态，包括金湾大剧院、橘子水晶酒店、中影国际影城等文化娱乐设施，以及百合华堂私家菜、路德维格一心308德式啤酒餐吧等特色餐饮场所。2期工程更为宏大，总建筑面积53万平方米，计划建设包括300米高的地标性建筑在内的高端商务区。建筑风格是金湾广场最大的亮点，这里的建筑融合了多种西方建筑元素，包括巴洛克的华丽、古典主义的自然、浪漫主义的飘逸和折中主义的诗意。建筑群底层多设计为开场式柱廊，既保持了统一性，又创造了建筑与广场之间自然流畅的过渡空间。建筑细节的处理极富匠心，窗户的设计变化多样，有单窗、复合窗、直角方额窗、券形窗等多种形式，形状包括圆形、扁圆形、椭圆形和半圆形。窗眉也呈现出半圆拱、三角尖拱、平拱等不同造型。建筑师通过简化处理近代建筑常见的阳台和窗口贴脸，并结合现代玻璃门窗，展现出新时代建筑特色。从高处俯瞰，金湾广场的法国曼塞尔式红瓦屋顶构成了富有韵律的美景。屋顶的多项组合展现出精致而丰富的层次，像跳动的音符般富有节奏感。精心设计的塔楼曲线柔和，富有弹性，在天际线上勾勒出优美的轮廓，成为整个广场的点睛之笔。这些建筑元素不仅传承了城市的历史文脉，也展现出现代天津的城市精神。环境设计同样令人赞叹，广场前临波光粼粼的海河，背靠繁华市区，与古老的解放桥和现代的赤峰桥相互呼应，构成了一幅完美的城市画卷。空间布局充分考虑了人、建筑、广场之间的比例关系，为游客提供了舒适的活动空间和欣赏建筑的良好视角。置身于这组引人入胜的建筑群之间，仿佛置身于近代建筑盛迹之中。不同形式的建筑就像乐曲的不同音符，起伏跌宕，构成了一曲动人的建筑交响乐。这些建筑群既展现了天津近代城市的文化特征，也成功地将西方建筑艺术与本土文化相融合。建议游客在黄昏时分前来游览，此时夕阳洒在红瓦屋顶上，与海河的波光相映成趣，格外动人。游客可以在亲水平台漫步，欣赏海河风光，也可以在广场休憩，感受建筑之美，更可以体验丰富的文化娱乐设施，享受现代都市生活。每个季节的金湾广场都有其独特魅力，春天繁花点缀，夏夜灯火璀璨，秋日红瓦金阳相映生辉，冬季白雪覆盖红瓦别有韵味。全天候的地下停车场和完善的配套设施，让游客在任何季节都能舒适游览。金湾广场的成功营造，体现了天津人对美学的追求和文化的智慧。它不仅是一处商业地标，更是一座连接历史与现代的文化桥梁，完美诠释了天津这座城市独特的建筑艺术和人文底蕴。无论是建筑艺术的鉴赏者，还是寻找休闲娱乐的游客，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精彩体验。9. 海洋博物馆。天津国家海洋博物馆位于滨海新区中心生态城，是由自然资源部与天津市政府共建的国家级综合性海洋博物馆。这座建于2014年、2019年开放的博物馆占地15万平米，建筑面积8万平米，是一个集收藏、展示、研究、教育于一体的现代化海洋文化场馆。博物馆主体建筑为3层，局部4层，设有6大展区15个展厅，包括海洋自然展区、中华海洋文明展区、海洋互动展区、宣教中心区、海洋生态展区和高端合作及临时展览区。每个展厅都经过精心设计，充分展现海洋文化的不同方面。1层的远古海洋展厅是时光隧道的起点，展出1158件珍贵化石标本，
包括叠层石、三叶虫、鹦鹉螺、菊石、鱼龙等，生动展现了地球46亿年来海洋与生命的演化历程。在同层的从风帆到行轮展厅，通过丰富的船舶设备和器具，让游客了解航海技术的发展历程。海洋灾害体验厅则通过互动方式，让游客体验海洋的力量，培养对自然的敬畏之心。2层的龙的时代展厅展出了众多令人惊叹的化石，包括鱼龙、翼龙化石及霸王龙化石模型，揭示了海洋是生命摇篮的主题。中华海洋文明展区则展示了从新石器时代开始的中国海洋文明发展史，包括贝丘遗址、独木舟等文物，展现了中国古代先民如何利用和探索海洋。3层的今日海洋展厅是整个博物馆的精华所在，展出了5000余件精美标本。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长达9.4米的鲸鲨标本、罕见的怀孕双髻鲨塑化标本、海底滑翔机蝠粪和大王乌贼等珍稀物种。此外，还有300多种色彩斑斓的鱼类、100多种海生鸟类，以及一套完整的中国海域无脊椎动物标本。海洋与天文展区则展示了海洋与天体运动的关系，以及现代卫星导航技术在海洋探索中的应用。博物馆拥有丰富的藏品，截至2019年底已有43360件每套，涵盖海洋人文和自然2大类。人文类藏品包括陶瓷器、古籍文献等30余个门类，展现了中国海洋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自然类藏品包括现生类标本和化石类标本，为研究海洋生物演化提供了重要资料。为提升参观体验，博物馆配备了完善的配套设施，包括博物馆商店、餐厅、咖啡厅和影院等。开馆以来，博物馆积极开展各类教育活动，仅2019年就举办了9个展览，开展64次教育活动，接待参观人数达130万人次，充分发挥了海洋科普教育的功能。游客在参观时可以看到形态各异的海洋生物标本，了解海洋生态系统的奥秘，可以通过互动装置体验海洋的力量，感受航海技术的进步，还可以透过丰富的文物了解中国海洋文明的发展历程。博物馆通过多媒体技术和互动装置，让海洋知识的传播变得生动有趣。建议游客在参观时可以请专业讲解员介绍，这样能更深入地了解展品背后的故事。参观顺序可以按照地球演化的时间顺序，从1层的远古海洋展厅开始，逐层向上参观。值得注意的是，在参观前最好提前预约，避免在客流高峰时段参观。博物馆不仅是一个展示海洋文化的场所，更是一个面向公众的海洋科普教育基地。通过参观学习，游客能够加深对海洋的认识，培养海洋意识，理解海洋保护的重要性。博物馆的建成，为天津增添了一处既能传播知识又能休闲娱乐的文化地标。2022年12月5日起，博物馆恢复正常开放，继续为公众提供优质的参观体验。这座现代化的海洋博物馆不仅展示了海洋的神奇魅力，也成为了培养公众海洋意识、传播海洋文化的重要平台。10泰达航母主题公园。天津泰达航母主题公园是国内首个以航空母舰为主题的军事公园，它不仅仅是一处景点，更是一座国防教育和军事体验的综合基地。园区内的每个区域都经过精心规划，为游客提供了全方位的军事文化浸润体验。除了前面提到的演出项目，公园还开设了多个特色军事体验项目。游客可以参与模拟军事训练，体验航母舰载机起降模拟，近距离接触各类军事装备模型。在航母内部设有反映海军发展史的展览，生动展示了中国海军的发展历程和重要成就。创意风情街是另一处特色景点，街区融合了军事元素和商业休闲功能，
游客可以在这里购买军事主题纪念品，品尝特色美食，感受别样的军事文化氛围。街区内还定期举办军事文化主题展览和互动活动，让游客在休闲之余增长军事知识。公园重视科普教育功能，设有专门的军事科普展区，通过声光电等现代科技手段，生动展示航空母舰的构造、性能和作战能力。专业的讲解团队能够为游客提供深入浅出的讲解服务，帮助游客更好地理解航母的科技内涵。夜晚的泰达航母主题公园别有一番魅力。华灯初上时分，整艘航母被璀璨的灯光装扮得流光溢彩，在渤海湾畔形成独特的夜景。特别是节假日期间的焰火表演和无人机表演，更是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赏。公园全年举办各类主题活动，春节有福满航母新春庙会，暑期有激情盛夏军事夏令营，中秋、国庆等节日也都有特色活动，让游客在不同季节都能获得独特的游览体验。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游客的参观体验，也让军事文化更加生动有趣。基辅号航母内部保留了大量原始设施，包括舰桥、飞行甲板、机库、动力舱等重要舱室。通过参观这些区域，游客能够了解航母的工作原理和内部构造。甲板上停放的舰载机更是吸引了无数军事爱好者拍照留念。作为科普教育基地，公园还承担着重要的研学功能。许多学校选择带领学生来此开展研学活动，通过实地参观和互动体验，加深对国防知识的理解。公园专门设计了适合不同年龄段的研学课程，让青少年在游玩中学习。园区内的会展中心经常举办军事主题展览和论坛，成为军事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各类军事模型展、军事图片展等活动吸引了众多军事爱好者参与。会展中心的设施完善，也是举办大型会议和活动的理想场所。从服务设施来看，公园配套齐全，设有餐厅、商店、医疗点、休息区等。考虑到部分游客参观航母可能会有些体力消耗，园区内设置了多处休息区，方便游客及时补充体力。同时还提供轮椅租赁服务，照顾行动不便的游客。泰达航母主题公园不仅是一处旅游胜地，更是一座承载军事文化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它让普通民众能够近距离感受航母的魅力，了解海军文化，增强国防意识。这里不仅能看到震撼的演出，体验刺激的项目，更能在游玩中收获知识，感受军事文化的独特魅力。天津的每一处景点都是这座城市历史与现代交融的见证。从五大道的百年洋楼到现代化的海洋博物馆，从传统的瓷房子到宏伟的泰达航母，无不展现着这座城市独特的文化魅力。建议游客在春秋两季前来游览，天气舒适宜人，可将行程分散到3至4天，细细品味每处景点的独特之处。每个景点都配备专业讲解员，能让您更深入地了解天津的历史文化内涵。漫步海河岸边，感受这座城市的悠久历史与现代气息，必将为您留下难忘的旅行记忆。关注我，我是爱旅游，带你探索地球的每一个角落。